东南地区现在存有51座供奉二仙的庙宇。这期视频我们参观其中最知名的2家西溪二仙庙和小南村二仙庙，了解一下这种晋东南地区独有的民间信仰。西溪二仙庙位于晋城市灵川县崇文镇西溪山谷中，庙前青山环绕，庙后溪水长流，松林葱郁，遮蔽殿宇，环境清幽。西溪春色为灵川谷8景之一。一般庙宇多建在山顶，参拜时需要蛇阶而上，而西溪二仙庙却与众不同，建在山沟里，进入庙内需顺道而下，这种选址很少见。了解二仙的由来，可以先从西溪二仙庙里保存的29通历代碑刻看起，尤其2块状元碑最为出名，分别来自元代状元李俊民和金代状元赵安石，2块碑刻都是重修碑。赵安石的碑文完整记载了二仙成仙的故事。相传，古时上党地区有个村子，村里有对乐姓的同胞姐妹，姐姐名冲慧，妹妹名冲淑。姐妹2个幼年丧母，继母为李氏，二女仍奉继母如生母，极尽孝道。可李氏对这对尚在幼年的前房女儿百般虐待，姐妹俩经常相拥而泣。2姐妹感动了上苍，最终得道成仙。成仙后对百姓疾苦有求必应，老百姓感恩戴德，修庙立像奉祀，被称为乐氏二仙。到了北宋徽宗年间，西夏侵扰中原，宋军出征时因粮饷不济，形势危急。这时，二女提议范瓮前来犒军。装饭的瓦罐虽小，却取之不尽。宋军饱食之后，大败西夏。待班师回朝之后，官员将此事如实禀报朝廷，朝廷仿得这二女为二仙化身。宋徽宗于是便将姊妹2人封为冲慧、冲淑真人，并赐庙号为真泽宫。二仙的传说和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妈祖信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妈祖原名林默，28岁羽化升天，被称为神女，也是宋徽宗年间因救了官船，宋徽宗赐封为顺济夫人。西溪二仙庙创建年代不详，坐北朝南，为2进院落，从金代开始的历代均有修葺。虽然规模不大，西溪二仙庙却聚集了16座由金到明清时期的建筑物。中轴线上依次建有山门、县庭、前殿、正殿，两侧有廊房、梳妆楼、配殿、耳殿。现存正殿东西梳妆楼为金代建筑，其他建筑为明清风格。中轴线前为山门，也是戏楼，两侧各有便门。山门建于清康熙年间，前廊是悬山顶。一进院为前殿，单檐歇山顶，殿前有县庭，重建于明初，乾隆年间重修。前殿内有3座木雕神龛，正龛5间，东龛、西龛各3间。正龛的中间3间在中柱又设一道龛门，构成内外双龛。3座神龛制作精美，大量的垂帘柱和镂空的窗花，使木雕神龛充满灵动感，是清代的小木作精品。县庭两侧有4株粗壮的古柏，已有上千年历史。因为树上长有酷似12生肖的木瘤，被称为西溪二仙庙中的一绝。树周不同方位的地面上画好了不同的观看点，方便游客更完整地在古柏上找到12生肖。二进院为正殿，典型的金代大殿建筑，建于高约1米的高台之上，单檐歇山顶，5铺做斗拱。屋顶上饰有琉璃吉兽，琉璃构件为明代作品，做工精细。建于正殿两侧的东西梳妆楼是西溪二仙庙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。东西梳妆楼是当地百姓为二仙所修，一人一座，均为2层3檐歇山顶楼格式建筑。东梳妆楼为重檐9基顶，平面3间，呈正方形，2层用斗拱支出平座，平座与柱头用4铺做斗拱，做法大方简洁，造型优美舒展，是金代楼格式建筑中的上乘之作。西梳妆楼虽经民国年间重修，
但也基本保留着金代楼阁形制。通常情况下，存在一座金代建筑，便足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像西溪二仙庙这样，现存有3座金代建筑组成的金代建筑群，极为罕见。西溪二仙庙现在被游客们称作最美二仙庙。历史上文人墨客也非常喜欢到此游历。前殿后壁上镌刻着一块石碑，是金末元初大文学家元好问少年时游览西溪所撰，里面有首7言绝句：7岁之间一再来，青山无恙画屏开。出门依旧黄尘道，提纱金衣换不回。接下来我们去参观另一座位于晋城市金村乡的二仙庙——小南村二仙庙，也叫做晋城二仙庙。现在村子的名字已经改为东南村。庙宇格局上分前后2进，从南往北中轴线上依次为戏台、过厅、献殿、正殿。正殿是北宋建筑，其余均为明清建筑。前院现在仅存建筑基石，穿过过厅进入后院。院内2棵高大挺拔的千年古柏，为二仙庙增添了古意。正面为5间明清风格的献殿，献殿之后建筑即为建于宋徽宗大观年间的正殿。大殿东侧竖立有一块宋大观年间的创建碑，是这一建筑的历史见证。正殿面阔3间，进深4船，单檐歇山顶，用材硕大，斗拱分布疏廊。前檐4根檐柱使用4棱磨角石柱。正殿内尚存罕见的宋代小木作实物天宫楼阁以及彩塑衣堂。天宫楼阁规模宏大，制作精美，由4个单体建筑和1个单拱廊桥组成，均为5殿顶，斗拱昂方，脊瓦受稳，皆木制而成，斗拱出6条。此斗拱类型在我国现存宋代建筑中为孤立。宋代的天宫楼阁目前只有2处遗存，一处在大同华严寺内，还有一处就是这里。但由于华严寺的天宫楼阁游客无法看到，使得小南村二仙庙成为唯一可以近距离欣赏的宋代天宫楼阁。正殿内的彩塑共有16座，中间是二仙及4侍女像彩塑。1996年底，小南村二仙庙被列入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但这却给盗贼指明了方向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二仙庙就接连5次被盗，包括二仙仙手在内的11个宋代千年泥塑被割下盗走，至今未能追回。目前殿内全部16座彩塑中，只有5座是北宋原作，包括二仙在内的被窃塑像头部都为现代补塑，虽然水平尚可，然而和剩余几尊造型优美、表情生动的宋代元素相比，还是少了几分神韵。